还在你这儿吗？你们团的资料都送到军长办公室了，江海的检查在里面夹着呢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们觉得他那份检查写的还不够深刻，想让他再改改。这还不深刻啊？我看过了，就差把自己写成坏分子了。能抽回来吗？怎么可能呢？郭副部长现在正在军长办公室谈事儿呢。刘干事，你看他们谈完了没有？我想现在就见见老首长。行，那您稍微等一会儿，我去看看。哎，来，好。这些都是陆航团参加这次演习的资料，由军里作训处整理出来的，由陆航团自己报出来的，还有演习指挥部的战况通报。老郭，我知道你是为这些来的，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老郭，应该说这次陆航团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于参谋长的计划是派出4架直升机对敌军坦克团的打了就跑，诱敌深入，悄悄编鼓。没想到他竟然唱起了主角。当时4架直升机扑了个空，返航的时候突然失联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在我的后方跟偷袭我，干什么？一下子干掉了人家1辆指挥车，5辆坦克。哎呀，不然的话我是必败无疑啊！所以军里决定给陆航团集体3连任。那是该领。有江海的材料吗？有啊。哦，这儿。这次带队参战的1大队长就是江海，黑马一匹。黑马啊！好，不过呢，对于他的表现各方面说法不一，江海自身不少的问题。说说什么问题？不过，江海写了一份检查交代，我们来看看。你看，他写份检查。老郭，正北那儿有个会，先去一趟。当下这个，你先看着。刘长，去吧，军长去开会了，郭副部长一个人在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不客气。你忙吧。好好好。请进。报告首长，左从军前来报道。来得挺快。首长，听说您到军里来了，这不我来办点事儿。您下午要召见我，我想还不如我先见首长呢。行了行了，走。是。哎呀，来得好啊！我得祝贺你。祝贺我什么呀？装傻！这军里给你们立了集体3等功，能不祝贺？啊，这与总部首长具体指导分不开的。你看，又虚头巴脑。来得正好，正在看你们团的材料呢。是吗？我刚看了江海的一份检查。首长有什么指示？2个字：虚假。不会吧？江海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还是有一定深度的。这是你们团党委的意见。首长，江海的错误，我们是要负领导责任的。我说你们了吗？我说的是写检查的这个人。江海要是认识的不够到位，我马上回去让他下。坐进去，同志。到。这个检查不是深刻不深刻的问题，这么作践自己，有意思吗？你觉得有意思？说实在的，这样的检查我简直看不下去。他们是在糊弄你们，还是在糊弄军里啊？这样的检查你们通得过去？呀，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。
这也叫深刻？这检查你到底看是没看？我没不，首长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这个检查我是看了，但是没看全，没有理解到位。首长，但是我当时看还自认为江海的检查写的比较深刻的。你看江海这个人从来没有对自己做过自我批评，他能有这个态度，我跟政委觉得还是耳目一新的。行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说说他的战斗总结。战斗总结我都没见着啊！什么战斗总结？哎，检查上不是说他附了一份战斗总结吗？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是这样的，江海是自己写了份战斗总结啊，我和政委都觉得他的言辞有点不妥当，就给他退回去了。你们觉得他的提法不妥，就给人家退回去了，这个做法妥当吗？首长，江海这个人个性比较强，平时说话比较张狂，再加上这次又出了事儿，关了2天禁闭，我们担心他有情绪化的言辞，怕人引起误解，也怕不了解江海的人对他产生误会。叶厅长，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，总部机关专门下级听取下级官兵的意见。我得承认，这次意见有很多很释放，有些甚至是一针见血。不要怕有情绪，有情绪就说明人家有意见，怕有情绪永远听不得真言。你给我说说，这个江海到底总结出了什么让你和政委也没什么，其实你以前不这样，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，当官当怂了？总结是你们给退了，你现在就给我说说，总结里到底说了些什么？他说了很多，我记不大清楚，但是有几句我记得很清楚。他说，演习暴露出的问题是显而易见，我们的指挥员依然是用传统的陆军思维指挥陆军航空兵作战，没有多维战场，武装直升机在他们手里只是敲边鼓、摆画面、放风筝、造气氛。当然了，这些话说的也没有错，要是我们陆航部队的人是能理解，可是其他兵种的人呢？他们会怎么认为？那些对陆航兵种还不十分了解的首长们看了，他们又会……局长，团长来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郭副部长这次到咱们军搞调研，重点就是你们陆航团。我明白，下午我叫政委过来，向首长做全面的汇报。不用了，刚才的汇报已经很全面了，下午得赶回北京。你看，到底是飞直升机的啊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军长、郭部长，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去了。把江海的检查拿过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！我可告诉你，以后像这种文字垃圾少往酒里拿，看着心烦。还有啊，以后团长、政委以下的军官不要写检查，有问题解决问题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批评教育已经够了，少来这种形式主义。我赞成。就是你看，怎么样？到我家里随便吃点。军长家请客，规格够高的。什么规格呀？每人1碗炸酱面。你要是嫌不好啊，你就饿着。我就好这一口。哎，左村军，怎么还没走啊？军长啊，怕回去赶不上饭？不是的，有点小事想跟军长单独汇报一下，就几句。走吧。到。是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军长，我们有个想法，是不是给我们团的3等功我们不要了，给江海的处分是不是也能免了，或者降格警告？想保江海，你说这一仗是江海带队打的，你说现在这个格局，江海肯定不服啊。如果调整一下，他的工作我们也好做。想得蛮周到的啊，邹从军，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想保江海是因为你看的是个人才，是你们团的飞行尖子。但想过没有，人才不是文物，他是一个有思想、有激情的活生生的一个人。如果不把他放在可以展现自己才能的位置上，那他才真正的是个废物。要爱护人才，就得敢于放手，但放手绝不是放纵。给你们团集体立3等功，那就是对江海的成绩给予了肯